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这年头啊，这个网上啥奇葩事没有啊？但是今天这位姐啊，那真的是把一手王炸打成烂牌的教科书级别案例。她呀，当年可是这个网文圈的顶流，这个粉丝们啊捧上天的造梦女王，笔名叫夕颜。她写的是啥呢？就是什么霸总的千亿宠妻，豪门虐恋，请别抛弃我，就这种味儿啊。当年多少姐妹啊熬夜追更，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就指着她的文解压呢。所以啊，这个夕颜火了，那叫一个红的发紫啊！这个粉丝不光爱她的文，更爱她的人设。她把自己啊硬生生活成了霸总文女主本尊，这社交媒体上那就是行走的人间富贵花啊！今天啊晒个限量版的爱马仕，明天啊秀个米其林3星松露大餐。后天啊，再来让他女儿在这个上海顶级国际学校笑靥如花的照片。就在大家以为啊，这位女王要在她的公主城堡里养老的时候啊，2022年啊，一出携女逃离的大戏啊，直接把她的剧本从甜宠文改成了现实主义苦情戏。她呀，打这个国内太压抑、没有创作自由的旗号，带着女儿啊，头也不回地奔向她心里的应许之地——美国。结果呢，前阵子有人在这个纽约布鲁克林的街头啊，拍到一张照片。这照片里啊，一个亚裔大姐蹬着一辆感觉随时要解体的破自行车，这后座上绑个外卖箱，在这个车流里玩命穿梭。你猜是谁？bingo，就是咱们的夕颜女主。意外的是啊，她最近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啊，我对故国和好友念之更甚了。我的妈呀，这剧情反转啊，比他自己写的小说还刺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啥呀？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啊，这位美女作家的美国梦是怎么碎成渣渣的。说实话啊，人家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在那个网文野蛮生长的年代啊，他精准的抓住了流量密码，什么甜宠、豪门、虐恋，这3板斧啊，耍的是溜到飞起，更新速度啊，堪比印钞机，粉丝们都叫他人形码字机。稿费、版权费、影视改编权，那钱呀，哗啦啦的往口袋里钻啊！很快呢，他就过上了那种咱们普通人啊，只能在小说里歪歪的生活。住的是上海陆家嘴能看到东方明珠的大平层，开的是玛莎拉蒂，衣帽间里一整箱的爱马仕香奈儿，那都不叫事儿啊！他女儿上的国际学校啊，1年的学费都够咱普通家庭奋斗好几年了。这按理说啊，这种日子还有啥不满足的？但问题啊，就出在这儿了。这物质生活太富裕了，有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空虚、寂寞、冷。这夕颜就开始觉得啊，他不快乐呀，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字里行间的流露出怨气，抱怨国内的创作环境。今天说审核太严了，好多情节不让写；明天又说啊，感觉自己带着镣铐跳舞不自由。他开始疯狂的迷恋他想象中的美国呀，在他眼里，这个美国是啥样的？是好莱坞电影那样的啊，这人人都有梦想，遍地都是机会啊。华尔街是财富神话的诞生地，硅谷啊是科技梦想的乌托邦。他觉得啊，只要在那样一个自由热烈、无拘无束的地方，他的才华才能被真正的释放。说白了，他就是有点飘了。他享受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数以亿计的读者，还有各种政策扶持带给他的红利，过着这种人上人的生活。但是反过头来呢，又觉得这片土地啊束缚了他。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啊，这就叫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他完全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他的成功啊，恰恰是建立在中国这片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上的。但那个时候的夕颜听不进去这些啊，他被自己的理想主义泡沫给包裹住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说起来有点狗血。2022年的某一天，这个上海的雾霾爆表，他看着女儿啊，因为这个空气质量不好，咳得小脸通红，瞬间啊就崩溃了。他拍了张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配了句极其愤怒的话。在这里啊，我连自由呼吸的权利都没有。这句话啊，彻底点燃了炸药桶啊！很多一直支持他的粉丝啊，都炸了，说他吃里扒外、忘恩负义。你想啊，你享受着这个国家发展带来的一切好处，就因为一天空气不好，你就全盘否定，这逻辑在哪儿呢？这场争吵可能更加坚定他离开的决心。于是呢，在2023年的4月，在一片骂声中，这个夕颜啊，带着女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落地纽约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在自由女神像前拍了张照片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还配了段现在看来极其讽刺的文字。
今夜我的灵魂与自由同在，再见过去。他以为他人生的新篇章一部更加辉煌的大女主爽文就要开始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实生活这个编剧早就给他准备好了一部生活虐恋的剧本，而且还是个悲剧。咱们常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戏言的这个美国梦碎的比那饺子馅还彻底。刚到美国那会儿，他确实过了几天诗与远方的日子开着这个租来的敞篷车，行驶在加州1号的公路上，拍下金门大桥的落日，坐在曼哈顿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喝着星巴克的咖啡，觉得这个空气都是甜的呀。但是第1个月的月底，一张信用卡的账单就把他从梦里狠狠地扇醒了。账单的总额呢，5987美元，他当时可能都懵了。5987美元换成人民币小4万呢，在这个国内可能也就是他3天的稿费收入，或者说买个包都不够。但是在美国这笔钱成了压在他生活上的第一座大山。咱们来算笔账这钱都花在哪儿了呢？首先房租，他想维持在上海的生活品质，在这个曼哈顿租了个公寓，这1个月至少得4、5千美元其次女儿的学费，这个美国的私立学校那学费是天价，比上海的国际学校有过之而不及。然后呢，医疗保险这玩意儿在美国你要是没有工作自己买，1个月又是大几百甚至上千美元。还有这个车贷、日常的消费、水电网费，这每一项都是一个黑洞疯狂的吞噬着他从国内带来那点积蓄。钱呢就成了最要命的问题，他带来的那点家底在这种烧钱速度下很快就见了底儿。他这才发现以前在这个国内他之所以能那么潇洒，是因为他有源源不断的超高额的收入，而现在呢他是个零收入的自由职业者。那怎么办呢？重操旧业，写小说呗。他信心满满的把自己最得意的那本《霸道总裁爱上我》翻译成英文，加上各种他认为深刻的社会批判，投给了纽约的各大出版社和文学经纪人。结果呢，收到的回信这一封比一封客气，也一封比一封扎心。有一封回信大概是这么说的：亲爱的信言女士感谢你的投稿，但是你笔下这种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通过金钱和权力对一个年轻女性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虐待的故事恕我直言，这在美国属于需要被批判的有毒的男子气概，不太符合我们当下的市场需求。看到没有？文化差异他引以为傲的豪门虐恋在这个美国人眼里成了缺乏批判性的肥皂剧，甚至是三观不正的代表。他昔日的网文女王的光环在这片土地上一文不值别说出版了连给当地的杂志写一个小豆腐块文章都被拒之门外。这个积蓄是越来越少了，账单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灵魂释放都变得虚无缥缈了。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2个字：生存。于是呢，我们这位曾经在黄浦江边喝着手冲咖啡的才女作家不得不放下他心爱的 MacBook， 拿起了手机，注册了一个外卖平台的骑手账号。他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和包包，换来了一辆2手的电动自行车和一个保温箱。当外卖骑手的生活更是给了他一季又一季的重拳。外卖平台的时薪也就是10几美金，这在纽约基本上就是底层收入了。而且这车子坏了你得自己修，下雨下雪天订单是多了，但是平台没有任何恶劣天气的补贴和保障，那摔了伤了都是得自己认更让他崩溃的是那种无形的歧视和冷漠。有的顾客就因为看他是亚裔面孔会故意找茬给差评，有时候这个平台会无缘无故的克扣工资，他想投诉发现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我终于明白了美帝的强大了，会把一个在中国忧国忧民的小资女改造成美帝的一个甲等劳动力。那种在这个国内被粉丝前呼后拥，被平台当成大神供着的日子恍如隔世。有一天深夜呢，他送完最后一单，拖着疲惫的身体，骑着那辆生锈的自行车，经过布鲁克林大桥，桥下自由女神像的倒影在水中摇曳。他看着那个倒影呢，突然就绷不住了。他追求的所谓自由到底是什么呀？是骑手 app 上那个永远刷不完的新订单吗？是那个为了3美元的小费要跟客人点头哈腰，说上10几个 thank you 的卑微吗？
他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所以为的美式自由啊，其实是一种被资本精心包装过的选择性叙事。那些宣传片啊，只给你看这个纽约第5大道的繁华，时代广场的彩虹桥，硅谷的创业神话，但是他们永远不会让你看到那些因为付不起天价医疗费而破产的流浪汉。他们也不会让你看到，在这个职场中无处不在的针对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当你的 MacBook 变成了外卖保温箱，当你的爱马仕换成了修车的账单，这位曾经挥金如土的作家才终于读懂了自由2个字儿背后那昂贵的定价规则。这自由啊，它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在美国呀，它和资本和你的社会阶级啊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的。而像谢岩这样啊，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头扎进来的人啊，最终往往会发现啊，这所谓的自由呢，不过是资本给底层人画的一张大饼，一个让你心甘情愿被剥削的绞索。一旦你没有了利用价值啊，所谓的体面啊，就成了最廉价的奢侈品。而比生活上的窘迫更让他揪心的是他女儿的变化。那如果说这个生活的艰辛啊，只是让他认清了现实，那么这个女儿思想上的转变啊，则是对他这次出逃最大的讽刺，也是最沉重的代价。他还记得啊，当初带女儿离开的时候啊，他心里想的是要给女儿一个更自由、更国际化的成长环境。这女儿确实是做到了，在这个纽约的国际学校里啊，靠着小孩子超强的语言天赋和这个适应能力，她很快就融入了进去。这一口流利的带着纽约腔的英语啊，满嘴都是朋友间的俚语和黑话，交了一大堆各种肤色的朋友。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啊，一些让夕颜感到害怕的东西啊，也开始出现了。他发现女儿啊，开始下意识的抗拒说中文了。以前那个会缠着他让他讲《西游记》故事的小女孩啊，现在满脑子都是漫威英雄和迪士尼公主。那个曾经在外滩看烟花时啊，会激动的抱着他喊妈妈我爱你的小棉袄，如今在这个感恩节的餐桌上，用一种他几乎陌生的大人的口气宣布，妈妈，我想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最刺痛夕颜的一件事啊，是有一天啊，他把自己当年写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中文实体书啊拿过来给女儿看，想让她别忘了中文。结果女儿翻了2页啊，就皱着眉头说：“妈妈，这个太尬了，为什么这个男的这么坏？为什么他还爱她？好奇怪呀！”那一瞬间啊，这个夕颜突然间意识到一个极其恐怖的问题：自己拼了命追求的所谓自由啊，正在亲手斩断自己孩子跟母体文化之间的根脉。他把女儿带离了那个他认为不自由的地方，结果却让女儿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异乡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但是思想和价值观完全西化的香蕉人。这种文化根脉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啊，比任何生活的贫困啊，都让他感到恐慌和绝望。他的故事啊，后来被传回到了国内的社交平台，引发了巨大的波澜。这网上的评论啊，分成了2派。这一派呢是嘲笑和讽刺啊，说他活该，崇洋媚外的现世报，脑子瓦特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外国刷盘子。但也有另外一派啊，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互联网产业这么蓬勃，却依然留不住像夕颜这样的精神中产？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让这些人产生了逃离的想法？其实吧，这个夕颜的悲剧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它是个人选择和时代大背景错位的一个双重结果。咱们可以这么说啊，如果呢他早生20年，在那个年代移民呢，他可能真的能赶上所谓的黄金期，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如果他在晚生个10年啊，等到现在中国网文短剧大规模出海的浪潮，那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呀，完全也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作家，风风光光的走出去。但是他偏偏卡在了一个最尴尬的时间点，在这个中美关系啊最复杂最对立的这个当下，他那种摇摆不定的骑墙心态让他最终成了时代的炮灰。这个夕颜的故事啊，就像一面镜子，也像一盆冷水啊，它照见了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润学啊，就是那个研究怎么移民跑路的学问。这个热潮背后啊，那些巨大的认知陷阱也叫醒了那些把这个移民啊当成是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万能解药的盲目者。夕颜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独自唱歌的照片，配文最后写道：“我对故国和好友念之更甚，他想回来了。但是呢，据说他当初啊，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放弃了自己在中国的国籍，现在想要再回来啊，恐怕是进退两难。
所以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是绝对的天堂，也没有哪个地方是绝对的地狱。每个地方呢，它都有自己的问题，也都有它自己的好处。那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换个地方呼吸那么简单，它是一种你在任何一片土壤里啊，都能保持独立的思考、清醒的认知，并且能努力生长的能力。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啊，一个连自己的故土都无法理解，甚至要去鄙夷的人，又怎么能真正的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呢？或许啊，真正的强大和自由啊，不在于你的地理位置发生什么转换，而在于你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啊，依然有热爱它的勇气。是在于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你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出自己的价值。好啦，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到这儿啦。关于这个戏言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